那年亲自冻结了罗宾，罗宾现在身体很健康。那年亲自冻结了萨乌罗，萨乌罗现在有个很大的图书馆。那年亲自冻结了路飞，路飞现在成了4皇。那年亲自冻结了巴基，巴基现在也成了4皇。那年亲自冻结了乔治，乔治顺利从顶上战争活了下来。那年亲自冻结了明哥，明哥现在成了康豹王。那年亲自冻结了白胡子，后来白胡子差点把赤犬宰了。那年亲自冻结了黑团干部，后来黑胡子邀请他加入黑团。现在亲自冻结了卡普，卡普老爷子将会是。大家好，我是朱尔本。过去这几天，我的后台私信都快炸了，一半的私信是问卡普机将到底死了没有，另一半的私信是问候尾田、科比、亲自乃至黑胡子海贼团的。总之就是没有祝福老爷子身体健康的。好家伙，今夕是何年？我仿佛看到了卡普老爷子早上出门的时候拿错了剧本，到了片场一看，上面的名字是萨博，刚好演到956话，重磅新闻，没头没尾的就给萨博的亲友团们安排了一场哭戏，搞得全球海迷都以为萨博已经死了。那么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在上一话的分析里，我还拿萨博的案例来举例，吐槽尾田总是安排角色炸死，来骗 Jump 杂志的销量。客观来说，对于一部连载中的作品，悬念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元素，特别是海贼王这样连载已经26个年头的作品，是什么让大家每周持续保持着对它的关注呢？无数的伏笔和没有揭开的秘密，就是大家坚持看到大结局的最强动力。我就问大家一句，想不想知道 One Piece 到底是什么？所以对于一些漫画中短暂出现的挖坑手法，大家完全可以抱着平常心去看待，且看尾田怎么圆回来。这期视频其实在上周就已经完成了，但是考虑到当时大家都在情绪上，所以放到了今天才更新。这期间每天都有不同的小伙伴通过不同的渠道来问我卡普到底怎么样了，而我的回答也是非常的统一，没死。之所以这么肯定，除了前面说的那些原因外，漫画本身也给出了线索。其实1088话是一张非常精彩的吻戏，首先就是最后的旁白。旁白在海贼王中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因为它很多时候就是以作者的口吻，一种类似上帝视角的语气来给我们进行剧情解说。比较经典的就是当时的1043话，路飞被凯老师绝杀，旁白也宣告了凯老师的胜利。当时真的不知道剧情要怎么继续了，如果不是因为路飞是主角，估计大家就要宣布海贼王完结撒花了。后来路飞把凯多击败，旁白又宣布了胜者是路飞，不过前缀换成了和之国天上决战。你可以说旁白很鸡贼，但事后来看他并没有撒谎。而这次的1088话，海贼岛之战最后的旁白给卡普的定义是生死未卜，也有民间汉化为失踪。不管是哪一种，其实就是没有直接给出卡普的结局。作为对比，底上战争白胡子战死，旁白直接给出了死亡的结果；浦主之行，旁白也直接给出了玉田落下帷幕的结果。明确死亡的角色，旁白是不会糊弄的，因为宣告死亡本身就是角色退场的一部分，用来渲染那种悲壮的气氛，而这些都没有在卡普身上出现。要我说，其实都不需要分析这么多，漫画看多了都知道生死未卜就是约等于没死，因为使用这种模糊字眼本身就表示尾田心里面有鬼。第一种可能，卡普真的死了，那么他应该直接被宣布死亡，黑团可以高高兴兴的拿他去找10日工会换30亿的巨款。第二种可能，卡普没死而是被俘虏，那么他的行踪应该是确定的，黑团应该拿他作为更有价值的谈判筹码，替代之前的科比，但这种可能性也被否定了，所以就剩下了第三种可能，卡普没死但也没有被俘虏，并且很可能已经离开了风潮岛。我们来看卡普最后的那些话，其中就有一句老夫一个人总会有办法的，这句话乍一听好像卡普用来安慰人的，但其实也是卡普对自己的信心。看一下卡普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如果不是为了拯救这一船人，卡普会有很多机会撤退，连库赞都留不下他。实力就是老爷子乐观的基础，毕竟以他的霸气，这世上恐怕也没有能关注他的监牢。但是在重伤加冻结的情况下，被黑团4名船长、1名前海军大将以及无数海贼包围，这种相当于战争发动的架势，卡普又能想什么办法脱身呢？光靠自己恐怕不行，还需要外力协助。上周分析里，我们就对海军的支援充满期待，结果无论是博加特还是战国阿赫都没有出现，结结实实的被打了一通脸。看来战局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卡普想要得救，还得看现在蜂巢岛上现有的角色。首先就是库赞，这最后一幕，尾田特别用阴影挡住了他的脸，就很有一种想要掩盖悲伤的味道，特别是脸上的冰痕，莫名很像泪水的痕迹。我们无法判断库赞此时内心的真实想法，但一定没有获胜的喜悦。上一次他对至亲出手，还是当年的奥哈拉事件，将叛逃的沙乌罗弄成了冰雕。多年后，他才说出了自己当年的真实想法，称呼沙乌罗依然是挚友，这就是他的态度，从来没有变过。那么相信和他感情更深的卡普，他肯定也从来没有忘过。但现在却要由他来亲手了结卡普，这真的很残酷。卡普也看出了库赞的这种软弱，在前面的几次交手中，似乎都在有意无意地教导他不要犹豫，因为库赞目前在黑团中的地位绝对算不上稳固。文化中皮萨罗有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在称呼库赞时，依然用了原来海军大将的称号亲自。
之前解说时，还有一些小伙伴找过来说我讲错了，但原文就是这样。只能说，在皮斯塔罗的心里面，可能从来没有相信过库赞，蒂奇也是一样。库赞隐忍至今的真实目的还是一个谜团。为了这个目的，他不惜与卡普开战，阻止科比获救。现在卡普已经落败，库赞不仅没有能力，也没有理由当着其他伙伴的面救走卡普。无论他到底是不是卧底，都不能在这时候与黑团决裂，无形中又让这份隐忍和牺牲更加悲壮。那么如果库赞不行，海军这些人又全都撤退了，现在岛上还有谁有能力和理由来拯救卡普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几话里科比逃出监狱的原因，是因为得到了佩罗娜的协助，而作为交换，科比需要帮他救出莫利亚。从后来科比说的话来看，莫利亚已经得救，实际上完成了一次海贼与海军的联手，走的还是之前卡普的老路。最早莫利亚之所以会来到蜂巢岛，就是为了寻找手下阿布萨罗姆，没想到阿布萨罗姆已经被杀害，透明果实被夺走，之后莫利亚也败给了黑团。莫利亚现在对黑团的仇恨值，估计已经不输对百兽团的仇恨值。所谓敌人的敌人，也可以暂时是朋友。科比救了莫利亚，莫利亚又救了卡普，达成一种奇特有趣的姻缘。那么大家可能就有疑问了：凭莫利亚的实力，他有可能在这么多黑团干部面前把卡普救走吗？别忘了，莫利亚可是敢一个人冲上四环地盘的狠人，他的银鹰果实最适合凭空制造士兵。当初也是靠着一堆僵尸全灭了港口的海贼势力，硬闯进了蜂巢。而莫利亚的僵尸军团在战场上能发挥出最大优势，尸体越多，他的兵力也就越多。当年在顶上战争时，就好好的让他装了一下。现在蜂巢被卡普而受的这么大闹一通，死伤的海贼也非常多，完全有可能被莫利亚回收利用，生成新的僵尸大军，然后趁着活死人大战的混乱，偷偷把卡普的冰雕带走。当年顶上战争后，莫利亚被豆腐脑明哥带着一堆和平主义者抹杀，但他最后神秘逃脱了。后来尾田在 SBS 里说，当年阿布萨罗姆也在马林凡多，所以大家一直认为是阿布用透明果实的能力救走了莫利亚。但其实以阿布的实力，在那种级别的战斗力，恐怕也很难逃走。毕竟连2年前的山治都可以爆锤透明果实，明哥家那么多和平主义者，怎么会让他逃脱呢？所以更有可能的是，阿布萨罗姆只是配合了莫利亚，最后脱困的还是凭借莫利亚的能力。毕竟银鹰果实未知的潜力还有很多，而这次又有佩罗娜的幽灵果实，号称最强控制能力之一，两个能力互相配合，要溜出危险的蜂巢还是很有机会的。尾田在整个蜂巢岛事件中都没有让莫利亚露脸，大概也是为了埋这个伏笔。如果假设成立，那么莫利亚带走卡普又有什么目的呢？首先，不存在还人情的说法，莫利亚并不是什么大善人，而是一个狡猾多端的海贼。他带走卡普，第一个作用就是恶心一下黑屋子海贼团，把这个几乎锤烂海贼岛的元凶给救走了。等蒂奇回来，必定大发雷霆。而第二个作用就是卡普的特殊价值，能够作为一张非常有效的投名状。之前的分析里，我们就聊到过莫利亚加入十字工会的可能性，一个普通平民干掉了替骨，都可以被吸纳为会员。那么莫利亚带来的卡普混个大看板应该没有问题。巴基喜迎第3个皇父，十字工会得到卡普后，声望可以进一步提升，但他们对海军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恰好这就是前面的剧情里战国和阿赫在担心的事情。十字工会的壮大会不断削弱海军的士气，也许最后会演变成围绕卡普事件，海军本部与十字工会的另一场冲突。那时候老沙和鹰眼在场旁观，也会被拖入到争斗中，给巴基争夺顽皮死的梦想送上了助攻。这就是目前从1088话我们所能得到的推断。下一话剧情转回弹剑岛，卡普这边的故事估计一时半会儿不会再交代了，尾田要挖一个大坑，所以大家也保持一个平常心，继续看下去就知道了。这里顺便辟个谣，所谓的路飞会再失去一个亲人是纯纯的谣言，而且是非常古老的谣言。大约在2003年的时候，尾田曾经接受采访，表示草帽一伙会失去一位伙伴。几年后，漫画连载到了司法岛篇，真相大白。尾田说的失去的伙伴，指的就是美丽号。结果他自己造出去的噱头已经回收了，但是谣言却继续流传了下去。让我们就此打住吧。同样类似的谣言还有卡普的实力不受年龄影响。事实上，尾田从来没有说过类似的东西。他曾经在 SBS 里回应过海贼里面那些强悍大叔们的实力问题。现实中，人总是因为年纪越大，体力也逐渐衰弱，有些年轻人会因此看不起老者。尾田看不惯这种现象，所以他打算在海贼王的世界里创造一个幻想主题，试图让角色不会因为年长而体衰。回到漫画中，无论是雷利、白胡子还是卡普，他们都是传说级别的存在，地位超然。海贼世界里的人都很认可他们的实力，但这不代表他们处于自己实力的巅峰期。因为《One Piece》这部漫画是以路飞作为主视角，时间线就注定了卡普这些人不会是巅峰。虽然尾田在 SBS 里表达了对老者们的期望，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实力还是受到了影响。光是漫画里，卡普就吐槽过几次自己实力下滑，再强的人终究无法逃过衰老的限制。这大概也是伊姆那些人追求不老手术的原因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1088话的细节伏笔分析啦。关于本话另一个争议人物科比，其实想说的话还有很多，接下来我可能会用另一个视频来单独聊聊他。本周休刊，大家就放松一下心情，期待一下王路飞那边的故事吧。我是朱尔本，我们下期见啦。